看来呢，牛顿法的每一步都包含两个环节。首先，以 xk， 也就是上一步计算得到的近似根为中心，对非线性方程做一阶泰勒展开，或者说做局部线性化的逼近。而后呢，就是求解一个简单的线性方程，得到这一步的近似根。下面我们就以这个一个一元二次方程为例来践行牛顿法的算法原理。首先将一个方程的问题转化为求函数零点的问题。这里呢，为了后续编程的需要，我定义函数 f(x)。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步定义带来的便利。而后呢，我们选取一个初始值这个初始值呢又被称为试探解 x0。我故意选取一个与方程的正根具有较大偏差的试探解我们都知道方程的正根就是根号3它在数值上它等于 1.73205， 那么 5.0 距离 1.73205 就有较大的误差以 x0 为中心做一阶泰勒展开或者说做局部线性化的逼近。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此前自定义函数的便利性了。这是一个线性方程，我们可以调用 Wolfram 函数 solve 来求解它，执行得到一个近似根 2.8， 这是第一步得到的近似根它将作为第二步的泰勒展开中心 x1。这里你可以用赋值语句但是这样一来呢，程序的自动化程度就很低了。这里呢，我建议你使用规则变换因为 solve 的返回值是一个规则。将这个列表规则复制过来即可。但是这里面手工的成分依然很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重新执行一下第一步的程序，而后呢，在这里我使用%来代替上一条指令的返回值也就是这个嵌套的列表但是刚刚我们采用的规则呢是一个单纯的列表，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步提取，这样就可以了。以 x1 为中心做一阶泰勒展开，依然采用 solve 来求解这个线性的方程，执行得到 x2。我们比较一下x2 要比 x1 具有更高的精确度让我们继续执行得到 x3。得到 x4我们看到这一步的近似根已经能够在小数点后4位与方程的正根相一致了。让我们再做一步，这一步得到的近似根能够与正根在小数点后5位保持一致，这在工程应用上已经足够了
我们就计算到这里。